This is Shigeru Miyamoto. Hi, I'm Tony Leung. 안녕하세요. Hello, my name is Bong Joon-ho. 近些年，有越来越多的亚洲电影人开始进入了好莱坞的核心创作领域。有人成为了漫威处子秀片酬最高的演员，有人掌控着全球最赚钱的游戏角色，也有人拿着上亿美元的制作预算赢得了口碑，却输给了票房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些亚洲创作者们似乎已经终于站上了世界电影工业的最高舞台。但问题却是，为什么梁朝伟会说，在漫威的体系里，剧本里的哪怕一个字都很难被改动？为什么奉俊昊明明拥有好莱坞最珍贵的导演最终剪辑权，却仍然被1亿美元级别的大制作压到不想再接拍商业大片了？甚至连手握任天堂核心资本的宫本茂，如今也开始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、影评体系与观众市场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关系。这三个人，一位是亚洲最成功的商业游戏创作者，一位是华语电影的传奇演员，还有一位则是奥斯卡级别的导演。但他们在好莱坞面对的却是3种完全不同的命运。Bong Joon-ho 曾夺得奥斯卡金奖的韩国导演奉俊昊，其2025年的科幻电影《米奇17号》的市场反响并不如预期。这部耗资超过1亿美元的剧作，最终的票房仅有约 1.3 亿美元。此外，外界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相当两极。有人盛赞《米奇17号》是一部讽刺力度犀利的科幻作品，也有人认为影片的剧情松散混乱，缺乏看点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奉俊昊本人也只能坦然面对。日前，他在接受权威娱乐媒体 Variety 的专访时回应称，导演最终剪辑权是他在合约中的保障条款之一，片场和经纪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尽力保护了他的这项权利。虽然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，他与片方之间也有过不少意见上的往来讨论，但从来没有人强迫他要去做出妥协。幸运的是，《米奇17号》最终仍是以导演最终剪辑版的形式上映的。奉俊昊表示，这部电影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由他一手打造的，他也会为此负起全部的责任。所以，如果有人不喜欢这部电影，那就请他们来骂导演吧。不过，奉俊昊同时也坦言，米奇17号的整个制作过程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甚至让他以后都不想再接触这类大型的项目了。严格来说，米奇17号只是奉俊昊的第3部英语电影。与玉子和末日列车不同，这也是他首次与好莱坞的传统片场合作。虽然电影在实际制作、创作机制和流程方面都大同小异，但由于本片的预算高达1亿美元以上，片方的巨额投资还是让奉俊昊承受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。因此，他在未来很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规模较小的电影项目。It's me, I'm Mario. 在全球票房持续飙升的同时，一场围绕动画电影《超级马里奥银河》的争议也正在迅速发酵。马里奥之父宫本茂甚至也坦言，自己对这部作品得到了大量来自媒体的负面评价，感到非常意外。根据游戏杂志方米通的报道，在《超级马里奥银河》日本首映前的媒体联访中，宫本茂公开表示，前作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虽然也受到过质疑，但当时的批评大都是富有建设性的，是具备参考价值的建议。创作团队积极地在续集影片中对反馈出来的问题进行了优化。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影评媒体的评价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。宫本茂强调，任天堂之所以从游戏跨足电影领域，本意是希望为这2个产业注入新的活力，并不是去迎合影评人的标准。任天堂真正的目标其实始终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更多观众能接触并喜欢上游戏中的角色，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世界观。
事实上，对超级马里奥银河的评价目前极为分裂。在影视平台烂番茄上，这部影片的影评人评分仅为 43%， 但观众的评分却高达 89%。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。而在市场层面，这种失衡反而转化成了惊人的商业成功。在日本首映之前，超级马里奥银河的全球累计票房就已经达到了 7.52 亿美元，连续3周成功登顶北美票房榜。此外，宫本茂还透露，为了更加迎合日本观众的观影习惯，任天堂还对影片日文版本的剧本进行了在地化的处理，希望随着影片在日本的正式上映，超级马里奥银河的票房表现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，并有望让整个系列电影的全球总票房突破20亿美元。不过，真正引发玩家圈震动的，却并不是票房与口碑的分歧。在另一场媒体访问中，宫本茂首次透露，超级马里奥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将改变整个系列游戏世界观的设定。根据 Nintendo Dreamweb 的报道，按照影片的剧情，碧姬公主与罗杰塔其实可能是一对自幼年就已经失散的姐妹。这一设定在过去的游戏正史中从未出现过。当被问及这是否会被纳入未来的官方游戏世界观时，宫本茂也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。他说，任天堂过去一直刻意避免过度描写角色的身世，以免限制未来在游戏开发过程中的自由度。但随着电影叙事的不断拓展，这种策略也正在悄然地发生改变。游戏设计需要保留足够的弹性，过多的既定设定也可能会反过来束缚游戏本身。与此同时，任天堂的团队也逐渐意识到，更完整的角色背景同样能够带来全新的创作可能。因此，这段姐妹设定在未来极有可能会被正式纳入马里奥的游戏宇宙之中。混账！我们拒绝的人是你，你过去造的孽会毁了这个地方。导演，跟我讲话礼貌点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。曾在漫威电影《上汽与十环传奇》中饰演满大人的华人影帝梁朝伟，近日在接受美国知名娱乐媒体 Vulture 的采访时，谈到了自己曾经参演拍摄漫威电影的经历，并首次透露，他曾经因为角色的打斗风格与导演丹尼尔·克雷顿产生了分歧。梁朝伟甚至笑称，自己后来很快就学会了，不要再尝试去和漫威争论。2020年，梁朝伟以770万美元的片酬在上汽中扮演满大人徐文武，这个角色同时也是十环组织的领袖。由于在人物设定上，满大人已经活了上千年，所以梁朝伟认为他的武术风格不应该只是观众熟悉的传统功夫套路，而更应该融合不同时代所积累下来的各种武术形式，甚至可以接近现代 MMA 综合格斗的风格。梁朝伟表示，上汽的制作规模远比他过去参与的所有作品都要庞大得多，团队非常专业，大家每天都能准时完成所有的工作。但他也坦言，这种制作方式虽然效率很高，但演员几乎没有即兴发挥的空间，甚至连剧本中的哪怕一个字都不能改动。梁朝伟回忆，自己一开始曾向导演提出过疑问，说如果一个人来自1000年前，那么他的打斗方式一定会是所有武术种类的结合，就像今天的 MMA 一样，因为他毕竟经历过那么漫长的时间。不过最终，上汽仍然采用了更偏向传统武侠风格的动作设计。而梁朝伟也表示，在经历过这次合作之后，自己学到的就是，在漫威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型电影体系之中，已经确定下来的所有细节都是不能被更改的。